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今天我们将讨论蜡烛形态。蜡烛形态是最重要的价格行为信号，我们可以在任何价格图表上找到。蜡烛形态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了解这些模式可以让我们猜测市场下一步的走势，并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无论什么交易计划，如果我们了解如何应用蜡烛形态，将提高我们的胜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些最常见的蜡烛形态及其背后的心理学，这些心理学将改变您对图表的看法。然后我们将解释如何将这些模式与其他价格行为交易工具结合起来，包括市场结构的关键水平、回撤水平、趋势线和汇合区域。好，让我们开始吧。为什么烛台形态很重要？蜡烛形态是买家和卖家在市场上所做的事情的最早期的主要迹象，使我们能够预测他们的下一步行动。然而，如果没有额外的确认，这些模式本身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为了有效地使用它们，我们必须将它们与其他工具，例如关键级别和多层重叠区域结合起来用，非常重要。我们将在本视频进行解释。首先，让我向您展示我觉得最常见又有效的形态。交易者使用的蜡烛图形态有很多种，但我们发现最有效的是那些最常发生的形态。让我们从第一个开始，长影线。顾名思义，长影线是具有长影线和小蜡烛的组合，其排斥都必须出现在一定的价格水平。这是一个反转模式。这意味着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预计价格将从当前市场反转。我们有一个向下的动能，长下影线和价格反转蜡烛的颜色并不重要，可以是红色或绿色。从价格上观察，卖家未能收另一根强劲的看跌蜡烛，这表明下跌的动能缓慢。另一方面，买家已介入市场并立即推高价格，这种拒绝表明可能反转。价格向下反转也是一样，价格推高击中高位点并反转。它再次表明买家正在失去动力，而卖家已进入市场，这使得价格拒绝该区域，表明可能逆转下行趋势。现在，让我们看实际图表，这是1小时时间范围黄金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向上然后向下推，而在这关键区域形成了长影线蜡烛，然后价格立即反转。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蜡烛形态是强烈的价格行为信号。但它们不可以单独使用，但可以与其他价格行为工具结合使用。我们可以用支撑和阻力区域结合为其中的一个工具之一，或聪明的金钱概念结合起来使用。本周视频由 MyTrade 赞助。MyTrade 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澳大利亚多资产经纪商，受到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开曼群岛货币管理局 CHIMA 和毛里求斯金融服务委员会 FSC 等相关监管机构的许可和监管。MyTrade 是一家正规、受到严格监管的交易券商，提供比特币、美股、黄金、原油、股指、外汇等超百种全球热门市场的交易服务。MyTrade 平台可以为每笔交易提供灵活的杠杆设置，每笔交易都能设置不同的杠杆，让交易者最大化的使用资产，最大杠杆可大为200倍。MyTrade 平台可以在手机端和网页端使用 TradingView， 且工具和指标都能免费使用，还可以添加超过2个指标。该平台拥有免费交易指标、看涨看跌指标、交易指标 MACD、RSI、KDJ、Stock RSI、ATR、CCI、WR、Trix 均线指标，方便交易者快速做决定。目前 MyTrade 的平均价差是最低的，且不收取手续费和佣金，入金要求和交易手数也相对较低，对小资的新手来说相当友善。MyTrade 平台要求的最低入金金额为$50。手机端也有 MyTrade GPT， 把过去24到36小时的新闻汇总成小短文，快速获得信息，感受市场变化，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出交易决策。手机端网页都有免费的交易策略，每个交易品类数据、交易策略、备选策略、交易情绪、交易指标、价格变化区间、支撑位和阻力位。可订阅每日策略报告、每日市场总结、每日市场亮点和重点关注交易品类。目前 MyTrade 送$100现金奖励给新用户。如果有兴趣在 MyTrade 开设账户，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好的，让我们继续。第二个蜡烛形态是多次拒绝，该形态由多根蜡烛组成，通过影线拒绝一个区域。在图表上，价格向上然后向下推，触及阻力区并急剧反转。当价格再次回到该区域时，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支撑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该区域有多个长影线结构拒绝该价格，这表明卖家已经尝试过，并且再次试图将价格向下突破，但失败了。每当价格低于该水平，买家已进入市场，导致多个长影线，这提供了交易机会。第三，动量蜡烛。动量蜡烛由2根颜色相同的连续组成，其中第2根蜡烛的主体较大。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它表明动量的增加和继续。好，让我们看图表。当价格达到这个市场结构水平时，首先我们有多个蜡烛拒绝在这个区域，然后是一个长影线蜡烛，这表明卖家无法压低价格，并且价格立即推高。然后我们有一个动量蜡烛形成，表明买家已经进入市场，并且价格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看涨势头。现在价格继续推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交易机会。提示：在看涨情况下，如果第2根蜡烛顶部没有影线，则表明购买压力一直存在，直到蜡烛结束，价格将继续推高的另一个迹象。对于看跌情况来说，同样的情况，即动量蜡烛底部没有影线，预示着巨大的抛售压力。第4个吞没蜡烛。吞没蜡烛形态是最强大的价格走势反转模式之一。该形态由2个蜡烛组成，其中第2个蜡烛的主体具有相反的颜色，并吞没了第1个的身体。在看跌的底部形成这种模式，表明反转向上；在看涨的顶部形成，表明下行趋势的逆转。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现在在该视频的第2部分，让我向您展示如何用蜡烛模式配合价格行为工具。第1个，斐波那契回撤水平。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有一系列波动和回调的上升趋势，我们寻找最近的波段，并等待回调以寻找更好的价格做多。因此，我们抓住斐波那契回撤工具，只需单击从波段的底部到顶部，然后看到回调水平出现在右侧。当价格回落到这些水平时，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支撑形式，并可能拒绝继续向上。这是确定回调结束和开始的好方法。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0.618和0.786之间的范围被称为斐波那契黄金区域。该区域是在价格调整期间识别潜在支撑位和阻力位的重要区域，并且还提供了合理的风险与回报比。这概念将蜡烛模式结合和等待价格进入黄金区域，然后寻找价格行为信号而进场，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这里我们有澳元1小时的时间框架，在这里我们发现市场惯性改变和价格向上，因此我们从这次波段应用回撤工具。0.618和0.786之间的区域是我们的黄金区域。如果价格设法返回到该区域，我们将通过蜡烛形态密切监视价格走势信号，以寻找做多交易机会。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什么价格行为信号。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看涨吞没蜡烛，这表明买家已经占据控制权，价格可能开始上涨。现在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价格行为信号和蜡烛模式都在黄金区域形成。然而，如果我们在看涨吞噬蜡烛之后立即建立多头头寸，我们将有一个非常大的止损。当我们到达价格前面的第1个目标时，我们的风险回报比将仅为1:1.5。让我们继续讨论第2个价格行为工具，那就是主要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的主要水平是指多次被拒绝，同时充当支撑和阻力，并且最近受到尊重的水平。例如，这里这个区域最近多次被拒绝。当价格返回到这个区域时，它既充当支撑位又充当阻力位，这是寻找多头入场的机会。我们将密切监视价格行为信号和蜡烛模式，以获得我们的入场原因。例如，在此区域形成多次拒绝和动量蜡烛向上，可能是我们做多的入场机会。好，让我们看看价格是否向上。第3条趋势线。趋势线是连接趋势市场中波动高点和波动低点的线，所以这里我们有一系列的波动和回调，创造了上升趋势。现在应用趋势线来连接底部的波动低点。
在看跌情况下，应用趋势线来连接顶部的摆动高点。为什么我们要画趋势线？第一个原因是趋势线可以充当支撑或阻力。我们画趋势线的第二个原因是，突破趋势线可能预示着可能的趋势变化。重点，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价格触及趋势线而进行交易。它可以充当支撑或阻力。我们总是等待价格行为与之前在本视频中讨论过的其他因素来做交易。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画趋势线。您需要了解一些重要的概念，绘制趋势线的规则。第一，尝试从影线而不是身体绘制。第二，调整趋势线以获得最多的触摸次数。第三点，不强行趋势线。如果它们很明显并且可以帮助您进行整体分析，请绘制它们，否则不要尝试绘制任何趋势线。现在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看一些图表示例，并结合该视频的概念。在英镑日元15分钟图表上，我们可以像这样画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趋势线。市场已经向上突破了趋势线，这是一个看涨信号。如果我们观察市场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强大的阻力区域，这里和这里都有长影线拒绝，因此现在阻力变为支撑，并可能为我们提供多头交易机会。现在当我们接近该水平时，看涨动能蜡烛突破了趋势线并重新测试趋势线，这是我们在该水平上建立多头头寸的好机会。在黄金1小时图上，我们可以识别出多次充当支撑和阻力的主要市场结构水平。我们还可以通过连接波动低点来画出趋势线。趋势线与支撑区的交点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水平，因此许多交易者在等待进入该区域交易。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犹豫不决的蜡烛，表明买家和卖家正在争夺控制权，但价格最终以大动量看涨蜡烛收盘，这是一个看涨的信号，价格现在有可能开始上涨。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价值，如果有的话，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下一集见。